Hello Hello， 欢迎所有酷狗直播的粉丝、国风爱好者以及道迷们来到现在国风第2季直播间。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1一指山河817道米节音乐会的直播现场。那本次直播呢，由817道米节酷狗音乐、酷狗直播、古风音乐会联合呈现，正同步在酷狗音乐、酷狗直播独家播出。我们将会为大家呈现高品质的国风现场，更多国风内容请关注酷狗国风频道。喜欢国风音乐的朋友们，请一定要锁定酷狗音乐、酷狗直播，和我们一起享受国风的视听盛宴吧。其实对于各位道迷来讲啊，在每一年过年都有2次，一次是春节，一次就是每年的817道迷们的节日啊。15周年是不离不弃、山河与共的漫长岁月，也是道米和铁三角们一起冒险的记忆。817道米节再续10年之约，在817道米节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各位熟悉的老朋友南派三叔，各位可以把弹幕扣起来，来，三叔可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南派三叔。Hello Hello， 欢迎各位道迷们啊！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道米节呢作为一个大 IP， 一直也有很多老粉跟随了我们15年，也有很多新的道迷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虽然老道迷应该对于我们三叔都非常了解，那可能新道迷们大家的话还是有一点点陌生，更多是在文字上啊。那今天也借此机会来更加立体的了解一下三叔。那三叔可以给所有道迷分享近期的一些生活中的忙碌的点在哪里吗？在忙什么？最近每天要固定的写一个更新啊，对，叫万圣节夜。当然最近几天因为这个817嘛，可能会更一下《与春笔记》。这是主要的一项就是自己的工作，然后2周每周打2次篮球啊，有运动。对。然后打2次篮球，然后那个，还是在跟失眠做斗争啊。就基本上，那除了那么写东西、打篮球，跟失眠做斗争，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开会啊，就是有一些什么活动去参加一下呀，这样子，反正。退休生活的感觉，退休生活。其实三叔今天刚刚来到我们今天这现场的时候犯困啊，三叔就不光是在给我们写作呀，保持更新啊，也在加强锻炼。那三叔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粉丝都在给你发着弹幕，新年快乐啊！今天是我们道米们的年。新年快乐！对，然后各位道姆的话，道米们在我们全程的活动中都可以把你们想说的弹幕直接发在我们公屏上啊。待会儿还会有我们这个现场挑选问题的机会，那各位道米们最关心的问题也会现场来向三叔进行提问。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给三叔做一些简单的聊天啊，因为我们之前也统计了一些道米们想了解的一些问题，那这边呢我就代表道米们来向三叔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其实。去年啊，听说三叔是为了道米节见面会也是做到了断淡水。那今年这方面有什么准备吗？另外体重可以透露一下吗？反正后面那个断碳水之后，就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想继续断，但是就是蛮失败的一个情况。因为断碳水的时候，主要的食物是鸡蛋啊。有2个3个月时间，每天吃9个鸡蛋啊，但是现在我已经没办法吃鸡蛋了，什么蛋炒那个荷包蛋呀，然后白煮蛋呀，然后鸡蛋汤呀，包括就水滚蛋呀，这些做法都已经吃的差不多吃腻了，千奇百怪的蛋，所以最近又重新开始偷偷的会吃一些面食了。但是我身体其实不能吃面食的，所以最近的身体就有点反复啊，就体重一会儿胖一会儿瘦啊。所以三叔还是要注意好身体啊，道米也都非常关心。那体重方便透露一下吗？跟去年几乎一样啊，就没有再瘦下去，因为我本来以为可以瘦到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而且好像我发现胖惯的人瘦掉之后容易反弹得感冒。就是抵抗力下降，抵抗力可能会下降，对，就没有胖的时候那么强壮了啊。还是需要身体重要。OK， 那我们也再一次欢迎所有的道迷嘛，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弹幕中告诉我们，我们三叔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来做现场
互动的回答，好不好？然后呢，其实我们稻米节到现在已经持续到了第6届。三叔觉得稻米节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为什么想将稻米节持续办下去呢？我其实一开始办稻米节的时候没有想过，它会变成一个每年一届的这么一个活动这样子。是的。但是我就想的就是我能够办到什么时候就办到什么时候，因为人的能量会下降的嘛。就说是你并不是说我说我们每一年都好，然后每一年都办这样子。但是后来它就慢慢的变得意义不一样了这样子。就最后我们其实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是不是就可以就此断掉，就没有办法再往后办了。对，尤其像去年。对，我们想了很久，我们觉得还是努力办下去吧，因为我觉得稻米节它是一种我还年轻的一种状态，你懂吗？就说是只要稻米节还在办着，这本书还在写着，那么就说是在这本书刚开始的时候，伴随着这个故事往前走的人，就可以跟别人说一句，说我还没有老。对。所以说就说是，虽然就说是因为刚刚我看了很多你回放的视频和祝福视频，我觉得朋友们一年比一年胖了，但心态依旧跟之前一如当初的年轻。对，其实我们还是在变老嘛，但是就说是如果那个就说是稻米节一直能办下去的话，那至少不管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觉得就是自己是不是很辛苦呀？是的，或者是觉得自己变老啦，或者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生了孩子，当了父母啊，生了孩子呀，有些朋友去创业了呀，就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再去来关注这个故事，可能这就跟这个故事也淡了这样子，但是在每年的这一天，你可以回忆起你当年在教室里，在书本下面，在被窝里看这个故事的这些记忆。对，其实就像我们的节日一样，像春节一样，你特定的一个节日，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是在全国各地的工作生活，然后集中在这一天大家相聚，无论说是叙旧也好，回味我们之前最初看《盗墓笔记》这本书的心态也好，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心灵上的。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每年817的时候，这一天，对，你可以回到当年，你回到你还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也没犯那么多错误，我觉得，因为人生往后会犯很多错误嘛，你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去，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回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义，这样子。是的，好的，那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弹幕中告诉我们，待会儿我们会有现场抽取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来向三叔现场提问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啊。那其实今年《盗墓笔记》的话，我们有系列动画是上映了《秦岭神树》，那您觉得这部动画啊？它上映包括反响也好啊，你是怎么看待它的？我觉得万里长征第一部吧，就说是确实这个动画这个体系，就说是还是会跟就是我当年想的会不太一样，这样子。是惊喜多吗？还有惊喜，也有很多的思考就是到底，就这里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是到底。动画这样的载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家一定要看的一个东西，还是说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不管载体本身，就是它里面的内容可能会更重要一些这样子。那么就是反正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如果我们以后再做动画，那我们动画里的内容，它的优势是什么样子？就会更多思考这些部分啊。也很感谢就是动画的前后的很多人的支持。是的，就是说是这个动画也是历经了2到3年时间，终于上线，也非常顺利的已经播完了这样子。是的，我也看了这个动画，大家的评论还是挺高的。对，就整体的热度也是挺高的。那其实像我们《盗墓笔记》的 IP 啊，不光是动画，其实也一直在影视化，包括我们的影视剧这方面的成绩，您目前来说感觉还满意吗？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什么成绩吧，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来说应该是没有蛮多数据，但是谈不上什么成绩，我的成绩还得再往后看。我也说了，主要是其实也到了一个退休状态了。后面的那个很多的那个稻米，很多读者已经都长大了，他们已经当导演的、当编剧的，
就是我就可能都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对，所以未来就会交给他们了，这样子啊。那在这其中，就是有没有什么遗憾的点，或觉得可能我们可以改进的点，关于影视化方面？蛮多的，可以稍微挑两个。一个是版权比较分散嘛，然后就是第二就是当年的时候比较不了解行业的规则运作规则嘛，这样子，所以就很多时候比较的想当然这样子啊，踩过一些坑。对，基本上就是一路都在踩坑，但是我觉得可以开始想想看怎么来去做一些更加好的一些作品，那个或者说是思路更清楚了，因为其实我的几个方向的实验已经全部做完了，然后更多的读者加入进来之后啊，就是它的整体的整个创作的本相会更加的正确一点。说实话，就是我个人来创作这个影视作品，其实是不太够的，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书，其实读者和作者之间是有一种，我觉得五五开的一种互相影响关系，所以最终就是要靠读者加作者两边去塑造这个，共同去创作。对，就像那个《指环王》的比特·杰克逊，他是一个读者，他最后是读者来完成这个影视化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呈现和改变的。对，就可能很多时候像我们稻米也在给我们影视化去建言献策，所以各位稻米就是有任何对于影视化作品有什么想说的啊，直接在三叔的微博下可以随时评论，可以不满意可以直接提吗？没有问题的啊，直接开诚布公的提啊，大家不用这个含蓄啊。好，那这样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大家收集的问题，我们看现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稻米想问三叔的问题，我们可以统一看一下，大家可以扣在我们的那个公屏上啊，打在弹幕上，我们找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临时抽一个问题来现场让三叔回答一下。我们可能看那边，您看得清楚吗？什么都看不见。好的，这个下面有礼物的看不到，我要不给您报一个啊。来，各位可以先把那个问题发在公屏上，我们现场找一个来给大家提问，想问一下三叔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直接都发在公屏上。张起灵在青铜门里吃什么？这个能打吗？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是几年前的问题了，可能是新稻米。那你去问你们的前辈去。来，各位前辈们，直接发在弹幕上，给他上一课。那我们再抽一个问题，大家最好是发这种很想问，尤其一直在我们超话里讨论的啊，再给大家点时间，好不好？来，好的，这个看能不能打啊？三叔今年给小哥起什么名字？收银员小哥。收银员小哥，你好，支付宝还是微信？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跳过，后面还有我们这个粉丝提问的一个单独事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其实刚才提到了关于我们本身作品本身啊，三叔您个人的写作习惯是喜欢把整个故事构思完毕再开始动笔，还是说想到哪写到哪，比较随性一点的？其实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啊。这个是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情节，其实最好是不要有提纲。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后面的情节怎么走的情况下，我说了嘛，一旦你卡住了，你就容易写出好的故事来。如果你卡不住，就是这故事都很顺畅，其实就会有点问题啊，一定要卡啊，主要是，但是年纪大了，就说是仔细思考过，就说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你每次卡住，你可能要，我有一次卡住卡了1年08个月，我记得，这么久？对。应该是最开始追这本书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就卡了1年08个月。你人生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供你去浪费嘛。是的。所以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开始写提纲了。当然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就是退步嘛。就是我还是认为就是最好的书应该是天成老天给的，老天每天给你多少你写多少这样子啊。但是现在也开始写提纲了啊！一旦你开始写提纲了的话，就你每天就比较稳定的更新了，就比较舒服了。但是就说是你渴望的那种，你写不出来，突然间有一天你写出来的那种灵光一现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就会比较少了，或者就会
比较难得吧，这样子。那如果说三叔你是这样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那怎么样把这些可能看起来碎片化的片段或者小篇幅怎么去归纳在一起，还有整个逻辑，整个有框架呢？它上面会帮你的。看天意，你不用想啊，你不用想，有时候不用想太多啊。因为我所有的东西最后就，你查说，这个坑连起来，这个跟这个又连起来了，结果连起来了，成了一个盆地。对它，然后你发现啊，你想一想啊，你实际写的时候，你有想那么多吗？好像也没有，但是它最后它就是能连起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故事最后会完美的合成一个封闭的故事的。从目前看就是。很明显是这个情况，只要我忍住不挖新坑就好了，最后就构成了我们的盗墓宇宙。对，就是我只要不挖新坑就没什么问题啊。好的，其实很多我们道里面在弹幕中其实一直在提到青铜门，其实我也个人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青铜门后面到底是什么？能给我们去分享一下吗？我正在写的这一本《万山集业》，再往后到《王母鬼宴》。就这条线会把这个事儿讲清楚的。OK， 我特地预备了3到4本书的时间去讲这个背后的东西。好的，那我们各位一定要持续关注三叔的后续更新，就可以了解到。好，那其实我们希望不要打脸啊，希望不要打脸。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其实我们书中有非常多的男性的角色啊，您觉得就是哪一位算得上是最佳男友？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各位也可以发在弹幕上啊。我觉得构思一下，我看看大家怎么讲。如果你不结婚的话，我觉得那个谢雨花可以吧？你要结婚的话，你选胖子吧？结婚选胖子，不结婚选小花。各位看你们觉得这是你们的首选吗？看各位怎么说的啊。我们弹幕中很多人都在说小哥，说小哥的人很多。还有吗？各位看看，大家直接可以发在弹幕上，我们稍微会有一点点延迟啊。刚才说的 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心性都比较的，对，都在打张起灵，都在打张起灵。小花的也有。OK，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啊，无论说小道消息啊，还是大家的奔走相告的消息啊，都说我们即将出版了新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盗墓笔记南部档案》。那其实这本书，它跟《盗墓笔记》本身是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书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是系统的讲了一些张家的故事啊。南部档案是指主要是它是一个在东南亚，包括如果是南洋发生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它偏南部这样子。然后主要还是故事的核心的想讲的还是张家的，就是第一次正面描写张家吧，这样子啊。然后这故事会比较特别一点啊。特别在哪里呢？因为它不是一个写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强情节的一个故事。当然情节也蛮强的。但是不是我以往的那种风格，以往风格就是说就是怼着，就是出一个事儿再出一个事儿。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有点儿写主要写人物的一个故事，所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个写法。那这本作品它大概的时间线是在哪个阶段？应该是在张起灵。来到中原之前啊，来到中原之前，其实就是张家人是找张起灵的故事。OK，它更像就是像张家人和包括像吴先生的前辈在之前的吗？就是可能会比老九门更之前的吗？时间线？跟老九门同代。但是因为老九门这个，因为就是很多人对老九门的时代的一些印象，其实是在影视剧里面产生的。对，民国时期的。对，但是你再往前想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小说里的那个老九门的时代会更晚一点。OK， 所以它就会出现了2个时间点。但是因为影视剧没有办法，影视剧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是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什么时代。所以就，没关系所以就那个，所以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会以小说为主。小说我们如果是像漫威一样变成很多个宇宙的话，小说肯定是主宇宙嘛，就是原始的一个宇宙。
它里面就是那个老九门的时间线还是在抗战以后的。好的，所以南部档案是在老九门之前的，可以说在之前。对，但是那个又有相交叉的地方。对，因为里面有张启山啊。OK， 好，那更多的关于我们南部档案呢，大家可以去等这个书陆续上新之后，大家去关注我们《盗墓笔记》南部档案，去自己在里面一探究竟。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藏海花》老九门，其实这2部作品也即将影视化了，目前的进度怎么样？正在筹备啊，2个项目都在筹备了啊。我记得去年三叔在采访中说那个花那个海马上就要上了，今年能不能稍微给大家一点透露一点？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有这个期限吗？就是那这本书《南部档案》这本书真的，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反正是1年前交稿的，整整花了2年才出来样子啊。是的，真的是不知道，它太坎坷了。就是说中间出了无数的一个事情样子啊，所以终于现在可以预售了，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是不是要稍微算一算啊。然后那个藏海花，对，所以这本书出完之后呢，就接下来是要出一个重启，先把重启，因为重启这个每年就是立那个 flag， 然后就年年打脸，主要是已经打到已经自己都已经有点麻了样子，但是这次我要下定决心把重启先出掉。好，那然后重启出完之后，《雨春笔记》可能会跟重启差不多时间。同期。因为这本书《雨春笔记》这本书会非常的，不会对外公开发售了，就可能一条单链限定的，也不是限定，就一条单链接，就是谁有兴趣，因为它说实话，《雨春笔记》是针对于非常铁的粉丝的。OK， 因为你看故事的话，里面没什么故事，里面但是《雨春笔记》有一点就是说。会写一点避世的一些小技巧，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给大家更多人生建议。对，就是怎么样，就是活得主要像动森里这样啊，或者是，对吧？就是活得像那个，就是一些就是隐居的一种状态样子，是不是？这样的话，纷纷扰扰的事情太多了，就是有个地方可以躲嘛，对吧？是的。现在我是躲在我的公众号里面，但是如果所以说我会。但是也在做一些研究，所以《雨春笔记》里面会有一些避世的东西放进去，这样子。好啊，那么就是这2个是计划，然后这2个做完之后，一边修订《登海寻诗》，一边把这个花和那个海，尽快安排上，做了啊。好，那各位道迷们也持续关注我们三叔的公众号以及三叔的微博。好，那接下来我们聊了这么多天，我们接下来跟三叔玩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好吧？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接下来是游戏时间了，所有的道迷们啊，待会儿其实有机会整蛊到三叔，也请三叔放开玩啊。我们游戏非常简单，有很多的道迷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微博收集中给三叔准备了很多这种你画我猜的小图案，来考验一下三叔跟道迷们的心有灵犀程度啊。有很多道迷们提前画好了一些图，它对应到都是跟我们整个《盗墓笔记》宇宙相关的一些场景啊、人物啊。接下来我们在其中随机抽了一些来，我们后台也麻烦切一下贴片啊。我们现场来让三叔猜一下。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猜对没有奖品，但是猜错有惩罚。惩罚的话，我们会随机从5类惩罚中抽取分别是绕口令、模仿角色讲话以及讲冷笑话，还有现场清唱天真，还有免死金牌，就是啥也不用干。那接下来我们请后台也登记一下我们三叔待会儿答错的答对的就不用记了，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讲，准备先玩游戏了。第一个很简单，这个图形三叔可以猜一下。这个已经可以切到大屏幕上了吗？我们后台确定一下，也让粉丝们可以看到可以大概考虑一下。待会儿我们会给你公布答案。大家粉丝能看到了吗？现在，赶快我们看一下哦。好，来了，大家也能看到了。这个呢，明显是弄牛五方。对，这个，但是它的标志物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看大家，这是花嘛，这是黑金古刀嘛，这是黑匣子的本体黑眼镜嘛，这是个手雷，也就是胖子的，它的标志物实际上是个手雷，我是没想过的。然后这是它的大白狗腿，但是这像画的不太行，画的像个茄子看来我感觉这个粉丝，我们道米可能比较爱吃东西，这个东西还挺像个荷包蛋的。
为了换。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答案，确定是吗？好，最终答案揭晓一下，其实是一样的了。好，恭喜啊，恭喜三叔，第一关，太简单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关，看看稻米们啊，想看三叔惩罚的第二关会不会稍微有难度一下？来，我们麻烦后台切一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点简单，各位稻米们，你们要是出难一点就可以惩罚三叔了。这个有没有？他的头发，他头为什么是红的呀？这是？也许是重点，也许是重点。不是画错了吗？我希望是画错了。来，三叔可以告诉我们啊，准备一下啊。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已经有答案的话，可以直接发在我们弹幕上来。各位粉丝朋友们，直接发在弹幕上，怎么样？这个为什么简单呢？这个红头发的人是什么东西？他是不能看答案，三叔啊，要不没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答。你答错了，可能大家更开心。答一个吧，不能往后翻啊，后面就有答案了。这是盗墓笔记里的东西吗？不是个东西，不是个东西啊，怎么有点骂人的感觉？肯定是我们整个盗墓宇宙中有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这样吧，我们给三叔3秒钟，如果没有答对的话，我们就当失败喽。3、2、1，其实已经有粉丝们答对了，是吧？其实已经有粉丝答。来，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啊！来，后台赶快浓墨重彩的记一笔，答错了一道啊！红顶水仙，这哪里是红顶水仙啊？红顶啊！你至少画个水仙吧，你是？太过分了，稻米们啊，太过分了，这过于难三叔。我还以为是2月红的，我想说这是2月红，但是其实也有可能哦。对，但是我觉得2月红穿他又这个衣服又不太对，展现他的职业特点，就够他的那个职业特征在这，比较骚是吗？这不是我讲的。好，那我们这个题就过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下一题，来，麻烦后台也切一下。当啊，这个简单，这个很简单，脱口而出。这个是他有没有换图？画好了吗？好，这个是晋婆啊。确定。万一粉丝们，这个可能是晋婆，可能是那个山洞里的那具白衣女尸，就七星炉王宫的那具白衣女尸。但是只能选一个，我们是有难度的。选一个的话，我选晋婆。但晋婆应该不穿衣服呀。那么是什么呢？来，粉丝们可以发在弹幕中，准备给大家揭晓。当，恭喜！他不应该穿衣服。到现在才答错几题，一题。来，抓紧时间，我们接下来看起来这个。后台麻烦切一下。这个让三叔笑成这样。1、2、3、4、5、6、7、9人，9龙抬尸棺。好，我们直接揭晓答案，各位也可以发在弹幕上来看三叔是不是快刀斩乱麻？对了没？又对了，兄弟们，这画的是个煞呀，真是煞。来，各位稻米们，这个画工要苦练一下啊，要苦练一下，要不然今天三叔惩罚的这个次数就会减少。来，我们看接下来下一题，这个，哇，还有人画这个东西，真是有灵感了吗？还有人画这个，真是，这个是潘子的名场面嘛？潘子就是小三爷大胆的往前走的那个名场面吧？还有人画这么在这个节日画这样的画，这是没有心啊！这是挨抽了啊！红包没有了啊！来，确定吗？确定。名字说一下。潘子的名场面。潘子的名场面。当。对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4题左右啊，还有4到5题，来准备好，所有朋友们，接下来看各位稻米，这个秦岭神树啊，这个我一眼都看出来了，太没难度了，稻米们啊！好，这个有点难度吧？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啊。来，各位我们后台可以切一下这张图了啊。秦岭神树已经过了，答对了。这张是这个第一眼看上去像个海蟑螂，但这应该是座山，这是一个湖，这应该是大海花里的那个圣湖。你确定吗？我好像想到了是哪个，因为你刚才描述的这个还有机会改哦。来，各位可以发在公屏上，打在弹幕上。真的很像蟑螂啊！那要不你就故意打错吧？这是长白山呀，这是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长白山天池啊，这是。好气人啊！本来可以多惩罚3出1次，
就应该说是这个西藏地区啊。好，接下来下一题，这个有点难度吧？麻烦后台切一下，这个应该有点难度。来，各位可以在弹幕中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有点太过于抽象化了，简单的我怀疑它就一笔完成了，特别简约。各位可以先发在弹幕上啊。3秒钟啊，答不出来我们就得用手段了啊，上手段。3、2、1，各位把普天同庆扣在公屏上。你可以猜一下分数啊。没事，虽然已经答错了，分数我们还是可以允许你猜一下。这是啥呀？我看是。那我们就揭晓答案了啊。3、2、1。他哪怕用一个铜锈的色都可以啊。这位朋友，这绝逼猜不到的，这是故意的，故意答错的。好，接下来我们下一题，这个其实有画面了啊，有画面了，后台麻烦切一下。大家可以发在我们的弹幕中。这个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我有一篇短片里《彼岸》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老的吴邪和那个张起灵一起登上雪山的这么一个场景，看夕阳的一个场景，但是没画夕阳啊。那是不是不是这个场景呢？来，3秒钟啊，三叔要决定一下。3、2、1，请作答。我觉得是那个场景，但他手说的比这个叶是什么情况？好，那您觉得是有那个夕阳的场景，对不对？对。好，我们接下来揭晓答案。3、2、1。这个有点过分了啊！这个有点过分，太过于细节啊！这个坑太大了啊！这位兄弟，坑王啊！好，那这个算答错了。现在目前是3道题了啊！好，接下来这个是鸡冠蛇啊！好，揭晓答案。接下来切一下，麻烦后台，我们这个带蜡烛的。等一下，先让他把上面那个切掉吧。切好了。已经切到这个了，是吧？对。这个我看一下哈。好，来，各位可以发在弹幕上。各位稻米，如果已经有答案的话，直接发在我们弹幕中啊。马上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就快接近尾声，当然各位最喜欢的三叔接受惩罚的环节要来喽。这个是什么呀？什么？叫那个，这是稻米的口号吧？一指山河。对吧？这是一指这个山河和一指嘛？我不能告诉你，你来告诉我。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口号。今年口号。来，3、2、1，揭晓一下。你看，一指山河。好的，恭喜三叔成功答错几道？3道是吗？好的，接下来三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惩罚啊。第一个绕口令，第二个模仿角色讲话，第三个讲冷笑话，第三个演唱天真清唱的啊。然后第四个是免死金牌，就相当于可以直接跳过来。我们先第一次惩罚，准备直接抽，随便抽。憋笑挑战，憋笑挑战，来各位看一下，憋笑挑战很简单，我们给三叔准备了好多个的冷笑话。你可以随机读，然后呢，也可以自己来编一个，然后需要朗读给我们所有的稻米听。那是谁憋笑呢？是稻米憋笑吗？你自己憋笑。但我冷笑话不太能笑吧？对。那么怎么办呢？来，我们试试看啊。好。讲第一个，准备。我说我更喜欢李白的诗。路由器坏了。于是我家不能上网了。好笑吗？稻米们，好笑的话打笑在公屏，来，不好笑的话说不好笑。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在给稻米们憋笑，他们可能在镜头前已经笑出了啊哈哈哈。来，我们再来2个。好，有一个武林高手，他躲过了一众高僧，终于潜入了少林寺的藏经阁，但他突然死了，因为他有密集恐惧症。谐音梗扣钱啊！谐音梗扣钱啊！好笑吗？来，各位可以发在公屏中，好笑扣好笑，不好笑说不好笑。来，我们再来最后一个。螃蟹出门散步，不小心撞到了泥鳅。泥鳅很生气地问他：“你是不是瞎呀？”螃蟹很委屈地说：“不是啊，我是螃蟹。”这个有点深奥，都没 get 到，是我的脑子不太好用吧？
反正确实有点老啊。对，我看看有没有。好，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惩罚，就3数不要太实诚。接下来还有2个惩罚，我们可以跳一下来，再抽一下。我们这边还有其他几个惩罚，要不要把免死金牌直接抽掉？来，各位，好，这个是模仿角色说话。对，3个角色可以选，一个是我们的吴邪，另外一个是张起灵，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胖爷。3叔，你们挑一个。各位可以发在弹幕中，你们觉得是胖爷还是小哥还是吴邪？3个一块儿学才有意思。可以，对吧？先学吴邪吧。来了，那你就现在是张起灵啊。我的人生巅峰到了。那我就跟你说啊。我说，小哥，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要去杀隔壁家的那只鸡？因为他闯了你了。你还能接住？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过分了！好那如果小哥呢？小哥的话，他看着，小哥的话，经典场面他要看着远方。然后你可能跟胖子在说话，你现在无邪啊。我看着远方。小哥，你看啥呢？不是这个语气，是我来说话啊。对。然后我就会这样子。无邪，看这里，这样子啊，对吧 ？OK，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啊。好的，那胖爷呢？胖爷就会，比如他会做直播，做直播他就会说，妈耶，宝友，你这宝贝可不清淡呀。模仿的像不像？各位可以发在弹幕中告诉我们各位稻米啊，觉得像的直接在公屏中扣像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小惩罚，里面还有一块免死金牌，可以直接跳过啊。希望3叔千万不要抽到免死金牌。中间，清唱天真，清唱天真，各位准备好把天真扣在公屏上。是不是里面有没有那个免死金？肯定是有的，我们很正规的。肯定是有的，啊！清唱天真啊，4个大字，准备。你有词儿吗？我们现场可以准备一份词儿吗？我给您搜一下。我们看现场能不能，如果快一点的话，先拿过来啊。准备一份词，稍等，各位可以先把天真打在公屏中啊。我们给3叔现场来提示。稍等一下，马上。是这一版吗？不是，那是杜德伟的天真。好的，是哪一版？可以，那边有搜好的吗？OK。来喽，准备好，稻米们把天真发在我们弹幕中。有点惊喜。开始迷雾。散在深海，照片落尘埃，线索断断续续，灰色难猜，被假象覆盖。这场戏我被谁推向未知舞台，主演还略带期待。这半生迷住了，舞蹈中一场彩排，时间就。我唱个高潮吧，对吧？没问题，副歌。最不该是我天真，偏去猜这场疑问，透不过命运的质问，读你的眼神。这个还行啊。欢呼声在哪里？哇，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3叔唱的这首歌，天真。我们发在公屏中，掌声献给3叔好不好？来。哇，真的，3叔应该很难得在荧屏前直播中给大家唱歌。社死啊！不会的。OK， 谢谢3叔啊，真的是今天不光是给我们来互动和游戏，还做了一个才艺展示，非常棒。我们再献给3叔掌声。好，那刚才答应各位稻米的说现场抽几个提问啊，那各位稻米们现在可以把你们的各位大米稻米们。把各位的问题发在我们的弹幕中，我们现场去给大家随机挑2位来回答一下大家想在这个时候
向三叔问的问题啊，那各位直接发在我们的弹幕中，抓紧时间发在我们的弹幕中来，所有刀迷们赶快在弹幕中打出来啊！违禁词就不要打了啊，不要太过分了。然后来喽，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还有没有？三叔可以看到吗？现在可以看到了。好，那三叔直接选吧。我们直接选2个问题。哎，等一下我看看哈，我操，刷太快了，不能说脏话。逼，没事，我们给你消音了，不用害怕。我看不清啊，我靠，太快了，因为它不是在动，它是跳跃式的。是的，那我给您挑2个，您随机选一个啊。有一个问题说的是，三叔，虾子有关的可以聊一聊吗？虾子的全名是什么？虾子的眼睛会好吗？这个可以回答吗？眼睛，什么？他说什么？三叔，虾子的全名是什么？眼睛，虾子的眼睛会好吗？这个要上天决定了啊。上天决定啊。因为就是这个故事往后会有个高潮。写到那儿的时候，它的故事往什么样情况发展，现在不清楚。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面会跟着《花叶前行》啊。这个《花叶前行》就是芒种《花叶前行》和这个王母鬼宴都会涉及到眼睛这个梗啊。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各位赶快抓紧时间发在弹幕中。三叔那我就再给你选一个，你看是为什么要认个四妹和吴邪搞 CP？ 这个有点可以回答吗？首先他们没有搞 CP 这样子，没有搞 CP， 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说他们要搞 CP 这样子，这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样子啊，这是其一，其二是那个首先就是，那就问题已经回答完了嘛，已经是，可以，也可以深入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盗墓笔记铁三角，那这个故事要往下发展，总要有新的人物要加入的样子，丰富。对你不能够永远就是他们，就是这3个人这样子，那终有一天就是他年轻的一代，包括那个他们都会各自成为他们的一个体系的状态，总有人要出问题，总有人要出现新的故事跟状态，因为世界就是这样来运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到最后如果当盗墓笔记有将近1000个，因为像漫威有6000个人物嘛，有1000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就说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大家就把这个问题看淡了。对，可能性都会去发生的这样子。而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包括。就是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像漫威的宇宙分裂，就平行宇宙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不舒服。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复杂。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是要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思考样子。就漫威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样子啊？因为当你人物足够多的时候，人物和人物之间会天然形成一种自发的，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化学反应。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不是就说是可以把一些就是宇宙开放出来给读者们自己去创作了，这样子，对吧？所以就是我现在也一直在思考这些情况和这些状态，但是目前为止就是《盗墓笔记》还是一本书而已。是不是它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集群，现在谁也不知道这样子啊。那对，它有可能就仅此于这本书就结束了，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不行，要裂变更多，庞然大物这样子但这一定不是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小小的环节啊，大家呢也跟三叔聊了这么多，我们最后呢，刚才其实三叔已经展示了一个才艺啊，我们最后再让三叔表演点什么，各位可以发在弹幕中。我们最后一个啊，马上就要三叔也要休息了，各位如果说有什么想让三叔表演的，可以直接发在我们什么？不是提问要表演吗？对，这边说有可能，其实大家还想听你唱歌，对，社死啊，还可以吗？或者说快板儿啊，没有道具，或者别的绕口令，也可以来一个，来各位发在公屏中。如果超过我们10秒钟没有人发，我们今天就三叔先去休息了啊。来，各位有什么想让三叔表演？跳舞会不会过分呢？我们这个场地有点小啊，跳舞可以吗？怎么跳啊？场地真的有点小。女团舞是这个吗？过分了啊！来，各位来点这个好操作的。我们今天这个现场是有点小，待会儿重点在我们的音乐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然后如果各位没有能够可操作的，我们就原地休息。我觉得这个很好。原地休息啊。三叔其实也是今天我去原地穿女装。
怎么可能准备女装呢？过分了啊！三叔在这里头，你可以要不绕口令吧，可以挑战一下，这个比较简单一点。是，但是这个肯定会出丑嘛，因为我口头表达就会一直是没关系的，大家肯定不会录屏的，肯定不会录屏的，大家千万不要录屏，就您可以挑一个，对哦，给你准备好了，准备各位。这个第二个是我的噩梦，我先试些第一个哈。好，叫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提漏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的喇叭的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别着喇嘛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嘛去换。不愿意拿喇叭去换提漏塔嘛的喇嘛的塔，其实已经很好了。后面还有一个，哎，这个可以来一下。这个就是南方人是念不出来的，真的是。对，黑灰化肥灰，这吹泡泡。灰发灰尾，黑灰花灰飞。灰黑化肥灰花，好像含着一口水。发黑灰尾飞花化为灰啊！来，各位稻米们，掌声！这个南方人是念不出来，我口水滴下来了。这个他们故意的，啊！太坏了，各位啊，记得视频保存好。好，那今天三叔呢来到我们直播，也非常感谢三叔啊，在我们这陪伴了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新年快乐发在公屏上，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对于《盗墓笔记》整个 IP 以及对于三叔的祝福发在我们的公屏上。再一次感谢三叔，接下来我们也请三叔找我们公屏上几个祝福，可以给大家随机念一下啊。来，各位抓紧时间，再给各位5秒钟，我们发在弹幕中，然后三叔给大家随机念几个，我们就当做最终的结束了，各位啊。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各位！大家新年快乐！然后那个就说是。把祝福可以发在我们弹幕上，哈，新年快乐！这个，新年快乐这样子，然后好简约啊。对，然后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大家文采开始展现的时候，我们再念2个，今天直播就要结束了。下次这样的直播就是我们1年后的817了，各位啊。身体健康啊，然后还有吗？就是说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希望明年的817现场跟大家见面，好吧？就是希望明年一切都变好了，谢谢。好的，再一次谢谢三叔，也谢谢各位稻米们，也希望我们明年真的在我们我们第7届817稻米节的时候，能够跟大家线下见面。谢谢三叔，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明年见，谢谢三叔。吃个年夜饭，对。是的，那各位呢也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这个国风高品质的国风现场系列的 live， 更多国风内容，请各位关注酷狗国风频道。喜欢国风音乐的朋友们，请一定要锁定酷狗音乐。酷狗直播，一指山河共载烟火人生。2021一指山河817稻米节音乐会即将开始，请小伙伴们、各位稻米们不要走开，稍后等待，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晚的山河人间画卷。音乐会还没开始啊。两方世界山河共，一指内外烟火同。欢迎来到2021一指山河817稻米节音乐会。
线上的稻米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观看2021 817线上稻米节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睡睡。匆匆15载，忽而又改岁，盗墓笔记在稻米们的陪伴下，已经度过了第15个年头。2015 8月盛夏的长白共迎启灵归，2016稻米10年的等一场雨歇，2017心随万里，看千载雨落共白头，还有2018长白雪落，望故人新归西湖畔，2019冒险重启，铁三角久伴深村听惊雷，更有2020轮转春秋，湖畔重逢再续花酒。而今年稻米节的主题两方世界山河共，一指内外烟火同，不仅承载了以往主题的所有含义，更是预示着我们与书中的世界只有一指之隔。可以通过阅读嗅到书中世界的烟火气，以至于我们相信书中的人一定在世界的某一处鲜活地存在着，他们的悲喜、遗憾、好奇和勇敢也同样影响着我们人生的选择，赐予我们披荆斩棘、闯世界的勇气。15年来，指内多少一生悬命，指外几许一期一会，两方世界偶有擦肩，而一指内外总会相逢。今天我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看到《盗墓笔记》即将迎来它的新的1岁，也很欣喜一直以来你们始终相伴。今晚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我们可以听音忆书中过往，闻乐启未来新篇。在这里，我仅代表2021 817稻米节主办方，感谢长白山管委会、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宣传部、盗墓笔记 IP 委员会对本次活动的帮助与支持。本次活动由杭州量子泛娱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杭州品牌促进会、长白山管委会商务局协办。本次音乐会正由酷狗音乐和酷狗直播独家播出。看国风来酷狗，喜欢国风音乐的朋友，更多国风内容请锁定酷狗直播国风频道。另外，也感谢农夫山泉和上好佳对本次活动的特别赞助。正是因为有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多年来不离不弃的稻米们，盗墓笔记才能历经15载长盛不衰，喜爱的人不减反增。接下来开启我们今晚音乐会的第1篇章，共叙山河。梦与现实一指相隔，一期一会，共叙山河。有请赵方进为我们带来今年稻米节的主题歌《一指山河》。
覆盖了对白，苍茫无声，只等到情挥播撒云中，真相地查天崩，故事将被谁回赠？真心和难中，尽信念驰骋，竟遗忘无间的重逢。哪有茶凉爽了，只有等心浓。重山灵动，静沐着心上10年旧梦。烟火花灯，转身便可与之又相拥。这一生冥冥之中，山万重，水万重，在胸口多少隐藏的深雄，都尽心烙印心胸。望岁月世间，谁沉下过眼？谁又在宿命里搁浅？听风诉说一切，听雨滴无言。两方世界，有心与天王居下并肩，一指内外，早笔触点爱恨万千。若相见，心照不宣，风无边，雪无边，是情过更加珍贵的体现。再翻阅一页当年，再翻阅一页当年。接下来有请齐然带来《向着光》。是否有个渺小的我在害怕，怀揣着信仰却不敢说话？是否内心也有过动摇挣扎，一直不能自拔？是你回忆，难寻踪迹，追寻，或许还好费力气，风雪又起，掩埋痕迹。我的人生就像迎风踏火的麒麟，想追寻不知的麒麟。我的梦靠信仰指引，我愿穿过狂沙热浪，梦用野火烧尽虚妄。没人懂我的爱发着光，世人的言语如利剑刺入我胸膛，疾风嘲笑我的信仰，无人能懂我的疯狂。向着光把梦境点亮，迎宾10年热血难凉。很开心今天又能在817和大家见面，希望我们都能够向着光追逐自己的梦想。终于有个渺小的我已出发，等待天真少年带他回家。终于万忧郁都被我放下，无声盖过喧哗。10年回忆不是归零，我的追寻初心都是全部冒险重启，续写传奇。我的人生就是迎风踏火的麒麟，是追寻不知的麒麟。我的梦靠信仰指引，风雪茫茫，我用力气照亮前方。我明白，发着光，那些流言蜚语也无法将我阻挡。不去理会反对声浪，只要你懂我的疯狂。向着光把梦境点亮，迎宾10年热血难凉。
我的人生就是迎风踏火的麒麟，是追寻不知的麒麟。我的梦靠信仰指引，我愿穿过风雪茫茫，我用灵犀照亮前方。我明白发着光，那些流言蜚语也无法将我阻挡。不去理会反对声浪，只要你懂我的疯狂。向着光把梦境点亮，饮冰10年热血难凉。谢谢大家。那么，向着光之后呢，还有一首我们817总会和大家相遇的一首歌曲，那首歌叫做《赴约》。那下面呢，大家掌声有请神秘人上台，然后有请他和我一起给大家献唱这首《赴约》。岁月洪流中，陶成出纯净眼眸，如轻松，如晚风，如夜雾般温柔，存在我不愿醒来的梦中。山川朝地，云地天空，人潮之中，相遇可谓不由。迎着一幕会绕人上雪峰，深情直到颤抖，便无尽星空。陪我做无尽之梦，陪我征孤单英雄。10年行10年踪，纵然颠沛不回头，陪你赴下一场等候。浮生中未下个10年珍重。归隐鼓楼，秋浓雨骤，萍水匆匆，写生死忘梦中。昆仑之巅，将书写进尘封。我曾梦梦苏醒，又沉沉发梦。陪我做无尽之梦，陪我征孤单英雄。10年行10年踪，纵然颠沛不回头，陪你赴下一场等候。浮生中未下个10年珍重。陪我做无尽之梦，陪我征孤单英雄。10年行10年踪，纵然颠沛不回头，陪你赴下一场等候。浮生中
再下个10年，振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曾经在2018年8月8日，盗墓笔记 IP 委员会决定提取盗墓笔记宇宙的一部分授权费用，用于公益和慈善，将首次 IP 授权费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10所希望小学建设。1年之后的9月，南派三叔携量子贩鱼 CEO 陈方仓先生、COO 陈代革女士，一同前往青海铜仁县蓝采乡环曲湖寄宿制学校参加揭牌仪式。同年10月 ，COO 陈代革女士前往福建龙岩市上杭县管庄中心小学参加揭牌仪式，2所南派希望小学宣告落成。3年过去了，10所南派希望小学已有8所竣工，分别是青海南黄藏族自治区、铜仁县蓝采乡环曲湖寄宿制学校、福建龙岩市上杭县管庄中心小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河东乡中心小学、新疆喀什叶城县江格勒斯乡巴什江格勒斯小学、新疆和田县土沙拉小学、新疆阿克苏阿洼体县英爱日克镇中心小学、福建三明市大田县上京中心小学、陕西镇平县华平镇小学。另外2所小学，广西上思县南平瑶族乡巴乃村中心小学和云南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火龙塘晚小尚在施工当中。或许已经有细心的稻米发现10所希望小学的选址与《盗墓笔记》IP 息息相关，比如广西上思县南平瑶族乡巴乃村，是《盗墓笔记》阴山鼓楼故事的发生地；福建龙岩市上杭县与雨村相近，还有位于秦岭一侧的陕西镇平县、四姑娘山所在的四川省、蛇昭鬼城所处位置青海省等等，都是书中出现过的地点相关联的。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点落成希望小学？或许正是印证了今年稻米的主题：两方世界山河共，一指内外烟火同。书中的世界并不遥远，并不虚幻。当两方世界共同承载一种热爱时，勇气就会冲破一纸书页，将影响延续到现实世界中。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南派三叔愿与稻米们一起继续在慈善之路上继续远行。接下来进入音乐会的第2篇章，忆梦故人。千年宿命谱写传奇，故人相逢前尘梦忆。一首让酒，忆梦故人。
好的，谢谢。然后，一首《让酒》送给大家。然后今天呢，我还邀请到了带来我一个好朋友啊，陆深。然后今天跟我一起演唱这首《不让》。人已经一出生，习惯语气阴语，真惆怅护着假天真。一盏一，一盏灯，听晚风漫出村老皮上，暖着旧灵魂。攥一把过往血色，留待余温。对人堆积的恨，一回想也沉闷，难得透几分安稳，共伴长微醺，清醒眉孑然一身。刻尽满腔彷徨，支离手骨铿锵。问我如何抵挡，究竟一如膏肓。心泪推波逐浪，湮灭掉归苍茫。浮世薄凉，凭一声暖，浮世磅礴气象。也曾登高楼，也曾铸造九幽，也曾宫廷竞技，也曾生死同谋。与其问不老麒麟懂不懂白头，还不如攥紧双手。坎坷劫色无休，大荒招来幕后。万顷落于深处，只顾多少贪求。命相沾血重构，执拗逆水心中。冲击之后不破不休，不中举不回头。曾经颠沛少年郎，就此长生都不让。我心的深幽，最熟悉脸庞，我明知叫模样。迢迢天地浮生凉，茫茫因果赛荒唐。一句值得无遮无挡，堂堂堂退无常。接下来有请萧逸晴带来《无邪》。
陪我着的坠落后的那些回忆斑驳，深入着路，似乎接着踏上无名山河。断崖之前，深渊之侧，时光静止，手与我目光交换。神往前言说，我在起点处看最后的我，渐渐深情覆盖了荒漠。看人心莫测，谈天地脉搏，我的命运谁的枷锁？在黑暗之中留一心日火，所以人不是求索。背负着的，隐藏着的，我与梦境重合。也曾暗靠，也曾冷落，擦肩匆匆行色。而如今我依旧跋涉，纵然夜路路过，怀能碰触，胸膛已点热。我在结局处看最初的我，失去什么却得到更多。是云天烛火，火宿命与火，谁的面孔我的执着？在黑暗之中掀起浪雨，多向谁宣告这是我？秋风之叶落，喧嚣之静默，胜利尽泪映长河。洗尽伤痛后，焕然一笑过，何时再启程无作？好，谢谢大家。有请晃儿带来《天真》。开始迷雾，散在深海，照片落尘埃，线索断断续续，灰色难猜，被假象覆盖。这场戏我被谁推向未知舞台，主演还略带期待。这一生回忆中，若只剩内心独白，仍能证明你存在，是不是你笑了，或只是风雪里悠悠长白，在青铜门外熄灭的烛台，供我一路算不算共患难？最不该是我天真，偏去猜这场疑问，透不过命运的齿轮，读你的眼神。若早知结局如我断开的掌纹，情愿彼此是路人，总好过最后你转身责问承认。认识我一人，却模仿着谁的口吻啊？
是不是你笑了，或只是风雪里悠悠长白，在青铜门外熄灭的烛台，供我一路算不算共患难？最不该是我天真，偏去猜这场疑问，斗不过命运的齿轮，赌你的眼神。若早知结局如我断开的掌纹，情愿彼此是路人，总好过最后你转身这般残忍。人是我一人，时光若迟，还能回头吗？也许等不到谁的回答，日升月落啊，山川隐你眼中啊，只想再问一句，你还好吗？有请肥皂君、王子玉、凤鸣九君、玄商带来《他本身》。却生于最深处的海水，他暧昧却困于无人去依归。他在乘船排队，谁都不想理会，发间别上一朵缺氧玫瑰。他于书中作陪，从那道缝隙内，他看到了一朵刺眼向日葵。1000年的酒啊，怎么都喝不醉，它们由内而外散发香味。他等却一直忍，起风就关上门，为什不相认？他总是美的病人，他总是一道鞭痕，他们是群下之臣，他是他本身。却生于最深处的海水，他暧昧却困于无人去依归。1000年的酒啊，怎么都喝不醉，它们由内而外散发香味。他是美的病人，他曾上一道鞭痕，他们是群下之臣，他是他本身。他曾是谁的情人？他曾给谁都启程，他曾有完整的吻，他是他本身。人付出爱的真，他等的先别关上门，随风给风一个吻，等为谁再相认。在人付出爱的真，再等等先别关上门，让季风给风一个吻，等结尾再相认。他却生于最深处的海水，他暧昧却困于无人去依归。1000年的酒啊，怎么都喝不醉，他们由内而外散发香味。海市水弱，逐渐解脱，海面风浪平，海下生出野火。海市水弱，逐渐解脱。
一指山河，共载烟火人生；歌载情，画一词。他以3年光阴，潜心再现了吴邪等人一路冒险的悬疑旅程。他以一支笔杆，精心绘制出了我们心中的那方世界。相信很多稻米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他是谁了。我们用最热烈的弹幕来欢迎我们知名的 CG 画手乌合麒麟。来，弹幕走一波，欢迎我们的麒麟老师。那首先请我们的乌合麒麟老师先跟屏幕前的稻米们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乌合麒麟，然后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很高兴今天能在稻米节的音乐会跟大家见面，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好，没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想要更加了解我们乌合麒麟老师的一些小问题小互动。那麒麟老师，这是您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稻米节的音乐会的现场，对不对？对。那刚刚看了这么多个表演有没有什么感受？哇，这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稻米节现场，感觉规格好高啊！就这么近距离听到这些，就是之前只出现在电脑歌单里面的这些大神唱歌，我真的是感染力太强了！哇，大神们唱的好厉害，我太佩服他们了。但是有点遗憾，就是说现场没有家人们陪伴，然后这个有点遗憾。但是我知道大家心都在这儿。对，我们的心都是在一根绳上的。那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与邪共语启灵书》这本书。那这本书还原了非常多稻笔当中的名场面。那想问一问我们麒麟老师，当初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原著里哪个场景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其实我整个创作里面全都是《盗墓笔记》的名场面嘛。其实每一个画面我都是有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创作。但是你要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那肯定是我创作的第一章。也就是说，现在我微博还在用的这个头像，就是小哥，然后这个阴兵装青头门进青头门的这一章。这张其实是我创作的，就是第一张《盗墓笔记》的这个插图，然后也是我思考最多的一张。就这张创作。当时用了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这么久？对，然后，因为一开始其实也有朋友劝我，我刚开始去画这张图的时候有朋友劝，因为之前《盗墓笔记》的这样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插画作品，但是基本上都是以2次元风格的居多。然后朋友们会跟我说，就是要不要把风格改得偏2次元化一点，可能就市场比较好接受一点。但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就是说可能市场比较接受偏2次元风格，可能是之前写实风格这一块没有做到太过于得体，做到太过于这个能够很得体的表现出画面里头的这些原著的场景。所以说，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个稻米。我非常期待看见，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看到，说这些画面那个书里面的这些名场面，能够以一种非常影像化的、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就非常期待，我感觉可能稻米们也会有这种期待。所以说，就是我当时就是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用毕生所学，把这里面的这种感受完美的表现出来，一定要表现好。所以说，当我创作这张图的时候，其实你像我光草稿我就做了5版。哦，这么多！我光草稿我就做，一直在修改，一直在作废，把之前的想法做，因为一直达不到我想要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想要的不只是表达的准确，你像比如说书里描绘的这个场景的这种恢宏的感觉，包括像是情节这种紧张感，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把这些表现到了，只是代表准确，而我追求的其实是在表达准确的基础上，能够有一种初见的感觉，就像我们第一次阅读《盗墓笔记》这个文字一样，能够带来给我们类似的这种惊艳的感觉，这种初见感。我一直就是做不到这种就是情感代入这一关，我一直过不了这一关，所以说我不停地在修改，不停地在修改，直到我把自己带入到了吴邪这个角色里，然后我创作出了这个就是主观视角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时我构思完这个画面之后，我画了一个草图。画完草图之后，我对着草图其实是很简单的线稿，但是我对着草图，其实我看着看着，我自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我就想，我就在呐喊，我说成了。我不知道这个我自己的画面能够，我不知道能不能感动所有人，但是起码它首先感动了我自己。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的麒麟老师对这幅画作的用心创作的时间非常久。
那今天啊，在今年的我们的乌合麒麟老师也创作了两方世界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海报，也深受了稻米们的欢迎，稻米们直呼 YYDS 啊。那您也说了，那个画面里啊，小男孩代表着是您，那也代表着是稻米们。那我在这里啊，想问一下，那书中的世界啊，是否曾经在某一刻鼓舞过您？不能说是某一刻吧，它可能是某一个阶段。其实就像我其实，在《雨雪公与水灵》说后记我有写过，就《盗墓笔记》它对于我来说不只是说它是一个既定的在那儿就出坑入坑你是来去自如这种，它其实伴随着我生命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就是割舍不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说它伴随我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其实因为我其实看《盗墓笔记》是在我大3的时候，大3当时我是背着家里偷偷出来北京实习，找了一个工作。而因为我家里的观念也比较保守，就是没有告诉他们。然后因为这个，我当时来北京做动画嘛，然后在我家人看来说，我来北京做动画，跟我去北京干一个什么传销组织，其实差不多的概念，我就没敢跟他们说。然后我自己来到北京之后，当你刚从大学出来，其实到工作岗位上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幻想，我是一个天天做梦、做白日梦的这样的一个少年，我想很多东西，想我将来可能会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想我将来可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你到工作岗位上，你会发现，你学的这些野路子的东西，其实你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糟糕，你什么都做不好，然后并且你有可能还会拖别人后腿，你这落差是非常明显的，你马上被打回到现实，你脑子里的这些梦想呀这些东西，其实当时就已经荡然无存了。你每天其实想的都是说如何完成项目，如何把手头上的事做好，就非常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的这种感觉。但是当我每天加完班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我看一会儿《盗墓笔记》，它能够让我脱离开现实的这个务实的世界，能够让我重新回到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能够重新回到一个幻想中去参加一个冒险的旅程。倒不是说里面的剧情。里面的这种情节多么鼓舞人心，都让我成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而是说，《盗墓笔记》它当时陪伴我度过了这段最摇摆的时期，它让我现在依旧可以是我自己。这个我觉得是《盗墓笔记》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我相信啊，《盗墓笔记》也陪伴着这么长时间，也陪伴着非常多稻米们，就是你我都算作一员，陪伴着我们一起来成长。那最近啊，看到我们的微博上，我们的麒麟老师也收到了小哥冰人，非常喜欢，对吧？然后也晒出了非常多的梦幻联动的这个照片。那除此之外啊，有没有更想收到《盗墓笔记》的相关礼物啊？我这个先夸一波啊，这个这必须得夸一波。这个小哥冰人确实给力啊，这个都快让我给盘包浆了。这确实给力。但是你要说我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啊？那这个希望的话，那我这我就得给三叔挖个坑了。我希望在2022年。能够收到藏海花跟沙海的完结本小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那就世界和平好了。对，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也通过几个问题更加了解了我们的麒麟老师。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有一个小挑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麒麟老师画工了得，那接下来在现场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挑战，需要请我们的老师啊，在视线完全被遮挡的情况下进行画作啊！来，我们也请我们的道具上场了。好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简单的挑战的一个小规则啊，老师你听好，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请你戴上我手中的眼罩，根据我的提示和主题呢，在我们的白板上进行绘画，然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怎么样？感觉有没有难度？哇，感觉这是个坑呀！这前2天去签售的时候，刚被人说我这个就是造谣说我画画不看显示器，这个现在就是要考验我一下。现场作画。好，那我们先准备，我们先听一下第一个挑战吧，然后再戴眼罩。好。第一个是铁三角泡脚，在脑中构思一下画面，好吗？来，我们戴上眼罩。好，这感觉我不戴眼罩也不一定能画得出来。行吧，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我就是瞎涂一下试试看。对，来在这啊，大家不要抱有什么太强的期待啊。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人准备好截图了。这会成为黑历史啊！不会，都是经典之作。哎，能看清吗？看不清。哇，这个眼罩戴上之后质量很好。我就感觉对我货真价实。那我引导你一下，我把笔。对，我的灵魂已经飞出去了。哎，等一下，站歪，哎，往这边转。真的是什么都看不着。笔在这儿。哎，好，谢谢。好。好。那听好我的这个提示啊，画板中间在这儿啊，在这儿。好，我这叫做盲人摸象。对，那我们首先啊，画面中会有2个木盆。哎，这么全面的摸一下，非常专业，非常专业。先了解画布的大小。我试试啊。那可以吗？那个稍微有点边啊。2个木盆，其中一个盆里面有2双脚。其中还在摸，然后还会有另外一个盆。那这两个盆啊，有一个盆里面是2双脚，一个是无鞋的，一个是胖子的，另外一个盆里面是小哥在泡脚，一共2个盆。所以我要不要有点提示啊？现在这是第1个盆还是第2个盆啊？这是第2个盆啊。这是第2个盆。我能把人画进盆里就不错了。第2个盆是小哥在泡脚啊，一个人。不是两个人，这第1个盆啊。这第1个盆，那就是2个人，是吴邪和胖子。我先定个位啊。哇，一切都是未知的。我觉得现场应该会有人评录。这个很胖，这个能看出来啊，这个应该是胖子，就非常胖。我觉得要有点提示，我找不到他的头在哪里？哎，好发型，感觉有点难看，就是头发还可以啊。感觉为了我们817线上音乐会，胖子已经做了发型来的现场啊。这胖子都已经胖出盆外了。这个画个小哥啊，帽衫，这个帽衫也是怪精彩的。现在的这个人物比例啊，画完了吗？确定吗？我这没办法了，我也找不到我刚才画的东西了。好的，那我们摘下眼罩。我可以看一眼我画成什么样子。哎，好，我们看一下，来，3、2、1，揭晓，看一下。还好，你这个小哥戴着帽衫啊，这个胖子很胖。胖子确实很胖。还好，挽一下尊。而且这个木桶的大小不像泡脚，是在泡澡。泡澡了。改成铁三角泡澡啊。对，好，非常精彩啊。然后我们来赶紧截图一下。这么经典的作品要截图一下，我马上就要擦了。3。截图，回头发微博啊！这新作啊，新作，这蹲一个课代表。我觉得这个可以截图下来之后，再来一波神创作，根据这个构图。可以，对吧？然后擦掉了，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第2个挑战。对于第2个挑战有没有什么期待啊？能画到盆里就不错，还挺没想到的，可以超常发挥。我也觉得还挺精彩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木桶成了澡盆啊，泡脚变成泡澡了。那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第2个挑战了。好。听好，是嫩牛五方泛舟。先构思一下嫩牛五方泛舟。5个人。行难度加大了。没关系，这个好。那我们先来到画板前，然后再戴眼罩。好。哎呀，我先走过来，好，这属于一种就是破罐子破摔的一个心理状态。没有，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意境在里面的。泛舟啊。泛舟。首先得有个湖啊。对，来我们听一下里面的画面内容。先画个船。对，有一个湖啊，湖上面有一艘船，船上有船工、吴邪、小哥、胖子、小花、黑瞎子。
找个位置啊。啊。然后。哎，这是湖水湖面，然后中间那个像元宝的应该是船。对。哎，然后有船工。完了，找不到船了啊。啊，行啊。现在你摸的是船中间。 5个人啊。对，5个人。船工啊。对，还得有一个船工，应该是6个人。啊，有一个船工。哎，非常好，非常有韵味啊！这个桨是不是？这5个人啊，想把特征画出来不容易啊。那就首先来个胖子啊。啊，吴邪、小哥、胖子、小花、黑瞎子。然后，胖子旁边是吴邪啊。嗯。所以刚刚画的那个是谁？不要问我，大家自己理解。行，一会儿摘下眼罩，你要一一给大家介绍。这我看能不能圆回去啊？嗯。然后小哥啊，还是戴着帽衫啊。啊。一模一样，这个帽衫画的。而且看起来小哥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功底在的。我这个感觉再画就出去了呀。那他们对，他们2个站在后面好了啊，2排。叠罗汉。好，这个主要坐在肩膀上，啊，黑眼镜。哦，所以是黑瞎子坐在谁的肩膀上？你也不知道。哎，好。小花。还有一位。这就有点不太好了吧？小花，小花和我们的小哥是不是？都叠在一起了吗？没有错。哎呀，是画完了吗？确定画完了吗？可以。好，那我们来摘下眼罩看一下。我看一下。需要给我解释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看。来，我们从左至右啊，分别人物是。船工这个很明显，是不是？啊。船工画的最好，我觉得。只要能找到位置就还好。这个。球形的呢，其实是胖子啊，这是胖子。对，这是胖子，这体态非常明显啊，胖子。胖子其实是坐在这儿，对。这补这2笔一下味道就出来了啊！好，再接下来。这个其实是吴邪啊，坐在胖子旁边，但是一不小心他就抱着黑眼镜了啊，这个。他其实应该是站在他后面啊，这个。哦，这是我们发型啊。黑瞎子，就是他们2个真的关系非常好啊，就抱的。好，小哥坐在船头啊，这个小花是刚打捞上岸，现在在扒着船边啊。小花现在就在湖里啊，扒在船边上啊，就只能这样了，神作，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屏幕前的稻米们赶紧截图啊，截图发在我们的微博上。好啊，非常棒。行吧，我能画在这个白板正中间，我觉得已经很突破了。是的，而且整个我们画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非常专业的。好，那在这里啊，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乌合麒麟啊，非常谢谢留2幅画和我们更加了解了我们的麒麟老师。那在这里呢，也请我们的麒麟老师跟大家来。Say goodbye， 然后我们稍作台下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大家再见啊！我下去继续看节目了，然后大家继续玩得开心啊！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这个明年我们再见。好，谢谢我们的乌合麒麟，谢谢，台下有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第3篇章，烟火人间。酒入愁肠，生死不让，一世烟火。进退其间，一生不曾信仰鬼神，只信他们，所信非神。
你眼神，用走时的天真，去日忘神，像遗忘里安顿，让一声搪塞未接的吻，让嘴里的人在夜深最安稳，在此刻封存。我死我生，由不得归身过问，十年一等，早不笑不哭不回头，欲宿命论个铸成，当自己不死之身，留恋一个名门，不枉此生。我一生为信仰过一日亏身，却又10年心一人。纵然这世道太冷，但心上有你余温。在莫测风雨，心途奔赴一程，经过皆从不问。其实我这一生为信仰生，只信他们。兑换人生，那里心长出天真，一切旧恨，像遗忘你抛弃安顿。但有烈酒可共振，还有语言足一分，有我们相遇生，但好梦成真。我一生为信仰过一日亏身，却用10年心一人。纵然这世道太冷，但心上有你余温。在莫测风雨，心途奔赴一程，经过皆从不问。其实我这一生为信仰生，只信他们。所幸飞升，修罗场里一笑就托付冥魂，此生也到下未成。世上有太多疑问，只有这唯一确认。但醉一人从来也只写肉身，我想给他温存。一世为生也有一颗一分，做寻常人。一世为生也有一颗一分，做寻常人。下面有请刘畅、娃儿。他在听雷，雷城里到底有什么信息，让他那么着急？喧哗世界的外面，飞扬下满天。谁在路的终点等我？寻找呼唤的声线，一路上陌生的语言。往事埋下纪念，蓦然出现。回忆起伏荡落，像灿烂的花火。对未解的探索，依然那么炽热。当风吹来，我会回来，消失在世界以前最后的呐喊。当风吹来，我会回来。是谁说天真有错？
如何忘记一个朋友？请你们再一次试着忘记我吧。时间会流逝过去，你会有新的相遇。就算我真的走到悬崖边，就算你们都说不要往前，因为我不想被遗憾困住脚步。故事已结束，请别再挂念，因为我可能早已听不见，笔记和伤，原谅我义无反顾。往下跳。就走上这一路，假装东西来处，彼岸云端沉浮，人在悬崖中渡。梦或醒，着或暮，谁替谁回溯？不问不等不配在乎。麒麟浴火回眸，万千宿命问遍起伏，在那10年沧海百岁风露，为报孤独。脚下一望无垠，时光深湖，倒影模糊。身与野兽同行，灵魂里交互，往事不复。世间有灵，他会更相信方寸爱恨与性命，更多是认定，从来是非难分清，怕只剩难敌人心，漂泊作业浮云。谁给我天大地大的折磨，或者无法预测的懂得流成河，一天天到来淹没挫折。我没有家的时刻，要留住最真的壳，大声喝着才换来不舍得。我面对无尽天责，看不懂相信爱的法则，怎么去感受快乐不快乐？我没有家的时刻，告别愉快的忐忑，再来一次什么样的选择？宝贝，快别哭，想想心在闪，远的光暖透着小路。假如你看见温暖明亮柔软来自他，你该勇敢地
的去寻找它，一丝甜来融合一丝苦，一段等待迎来一串脚步，绽放的笑容里也有眼泪吧，一起落下它，一起忘记它。你看天上群星闪着，好像动了你的话，无需多惊讶，无需多害怕，你看它正在为你亮起来。你是希望，是爱的信仰，闪闪发光，像明星一样，让我搜寻那水中的光，跟着你脚步，别彷徨，喜欢要有努力的模样。不知道有多少个转弯，让我跟随沿途的香气，数着星星笑谈。你远去很远，更让我勇敢，一个人的扬帆。哦，我静静地转弯，成长真浪漫。静静地转弯，成长真浪漫。去冲动，去挑战，一生兄弟，一辈子肝胆。铁三角拆不开，散了又聚，是青山不改，就何干？话说完，再不怕孤独。路越窄，心越宽，再多凶险我为你而来。人生啊，最苦短，想不开留给子孙后代。最潇洒，最痛快，绝不问前途。我们一起走了多久？像个山头，生死也有你向我伸出手。我们依赖，从不问改或不改，一起看着命运之手来对世界坦白。胖爷无山居飞王子，出口飞龙，魔镜教为红龙美洲狼，榜名胖胖。4月18生的大白羊，爱吃烤全羊，烤腰子大波浪，白白胖胖，爆脖爷们儿可是暴脾气，枪和刀的玩的倍儿溜，最擅长爆破。胖爷认真起来，自己都害怕。没有退路，像山头，生死也有你向我伸出手。我们依赖，从不问改或不改，一起看着命运之手来对世界坦白。在无尽的天空和无垠的大地之间，被呼啸的暴风卷起，冰冷痛苦之前，紧紧地拥抱火焰，别怕看热血飞溅。如果炽热的心被现实拴上了铁链，迷失在惊雷暴雨的夜，看不见明天，被忧郁抓住手腕，不能再放任拖延。
勇敢呼喊着战斗，分裂漫长的防线。前行的人离家在远，还记得起点。我重启新的冒险，刚见面又说再见。我们避不开伤害，要相视而笑。生命里总会遇到艰难的动摇，星星像钻石落下，人们在追寻答案，启程总在夜晚。我的脚步脊梁都停在这里，用爱劈开黑暗，像一道曙光。是非真假若无法判断，不如坚强。河川自由奔流，会流向哪里？忍住寂寞，总会找到它方向。悲伤也好，痛苦也好，并不可怕。怀抱被风成长，用爱劈开黑暗，像一道曙光。是非真假若无法判断，不如坚强。河川自由奔流，会流向哪里？忍住寂寞，总会找到它方向。悲伤也好，痛苦也好，并不可怕。怀抱被风成长。哦，刚表演非常精彩，两位稍作留步啊！哎，和我们的荧幕前的稻米们打声招呼。Hello， Hello， 各位稻米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刘畅，祝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瓦尔，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的，那我们还是要和刘畅和瓦尔简单聊两句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整理了一些粉丝朋友关心的问题，要和两位聊一下。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一起问一下啊，那这是第几次参加我们稻米节音乐会的现场音乐会？这是第4次了。第四次。那第4次了，有没有什么感受？感受就是越来越不知道，越来越想家了。没有，就是感觉每一年就沉淀的更多一点，因为第1年的时候真的是很慌，然后第2年又表演了不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慌，然后去年表演了跳舞也很慌，然后今年这个大联唱也是很慌。都一直很慌，对吧？瓦尔呢？就是我们在商量明年是不是该来一段相声，但是好像又不太好的样子。那我还是很期待明年的这个表演的啊。谢谢。那刚刚说到这个表演啊，今天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精彩。刚刚也串了我们吴邪、张起灵、飘飘、黑瞎子、刘丧、王胖子，还有这个重启的一些歌曲啊。那是怎么想到要表演串烧的呢？首先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一首？我最喜欢，我都喜欢。可以我不会的，我不会进坑的啊。好的，好的。是这样，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刚好是重启播出1周年嘛，然后重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剧，然后这些角色都非常鲜明，然后歌曲也是非常好听，所以就趁着817的机会，然后把这些喜欢的歌在这里给大家演唱一下。好。那瓦尔有没有一起就是配合着演？有没有什么想到这个表演？因为都好听嘛，那就是那唱歌都来一遍吧。对，好听的歌就要送给我们这个屏幕前的稻米们啊。那刚刚也说到，就串了我们这么多歌。那接下来呢，我要有一些单人的问题了，想要问一下。那我们先问刘畅好不好？好的，好的。那刚刚说啊，串了这么多歌，其中就有我们的刘丧。那粉丝就想要让我们的刘畅来表演一段名场面的还原，刘丧的名场面的还原。刘丧的名场面就是挨打。那在这里好像不太方便吧？我想想有没有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台词就是。你这不戴着耳机吗？对，我现在能记得的台词就是我下到
第一次下到南海王墓里，然后我在吴邪旁边就说那小酸话那种。那个，哎，开盘了，你都要死了，为什么还要下来？你是怎么知道的？好了，可以了吧？我刚刚差点感觉一人多饰两角更厉害啊！好的，那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刘丧名场面的还原，那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让你自己写刘丧后面的故事，你会怎么设计？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这我那些编剧朋友们不会给我这些机会的，三叔也会不会给我这个机会的，不要，没有。好的。那关于今年后面的计划有没有什么愿望？什么愿望呢？后面的计划是就继续拍戏，然后如果音乐剧有巡演的话去巡演，然后有愿望的话就是希望我身边的人都身体健康。好的。然后谢谢我们的刘畅。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几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瓦尔。那三叔最初设定你演坎肩的时候，到真实的去演出，你是对这个角色怎么理解的？坎肩呐，就特别有精神，整个人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然后又憨厚又忠诚的一个吴家的伙计。对，冬天穿坎肩儿。就总结起来就很有精神，血旺。好，那如果给吴山居的武力值排序，你觉得坎肩能排到第几？吴山居，光说吴山居的话，我觉得坎肩能排第2吧。就是吴山居就是坎肩上面肯定是就潘野，下来就是坎肩。你这么不要脸的吗？吴山居吴山居怎么了？小哥他们不算呀。王蒙不行。不行。行。我肯定比王蒙。刘丧不行。刘丧比你强多了吧？你是。行，你第一。好的。好，有点非常精彩。刚刚对于这个排名的讨论，我们线下还可以一会儿在这个互动区再去讨论一下。那想问一下，最近瓦尔在忙什么？后续方面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工作或者作品吗？最近是刚杀青回来，然后就刚杀青回来就准备817我们稻米节的节目，然后后面的话就继续工作，然后就期待，现在还不太好透露的样子。好的，那我们还是非常期待我们刘畅和瓦尔后续的这些作品，好吗？好，谢谢大家继续看直播吧，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好的，谢谢两位，请移步台下休息。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蔡一生为我们带来《断金》。深度极端结痂灵魂，推门英国人，小酒碗里有糖针，一口吹冷就天真，装出气氛撒气早拥挤，还剩3分离，一剑因果心与尘，写不下是仇与恨，像风被宿命加深，一钻进就皮干里单追翻身，满路铺泥去成真，必须挪走的幽深，主的一面，背后是鬼是神，
举手追南海落雨，一个心思要用多少泪确认？雷声中天地不仁，默契确立就铭心，过命之交应在气里断尽。一股心抛却自在身，自在不承认。祸福吉凶这雨伞，风卷苍天修过问。谁心寒传奇铭痕？毕生但求不负只因不负人。这一路进退无门，定格盼岁月如奔，心如白刃，片刻又回青春。谎言把往事蹂躏，还深信脚步悬，在头骨生根。黑暗中如是我问，等得到熟人回应。迷失之前，钻进彼此掌心。皆会乱人间余温，就算山河日月会大雪无痕，归来凭热血相认，轮回中清水流深，前路无恙，不必孑然一生。谢谢。接下来有请李长超带来《十年人间》。老堂看谁站过的地方，请举一百空千窗看，眼前最真假相加，又何妨？怀揣着执念万顷走向最宽容心肠，跌过碎过都空中的回响。到最后，尽情心与夕阳，人留在身上，
来不及将故事做跌宕。用最精确的风光，成全飘零我张狂。爱上情回忆月月，伤尽飞光。用最孤傲的雪山，倾听飘零我颂唱。世人惊险的桥段，不过寻常。光可寻来路艰险，也可照前路坦荡。光铺天苍露身上。心酸的无常和你来时的彷徨，看终有勇气独当，越是荒唐。怀揣着去年万千走向最温柔心肠，结果随光透空中的回响。到最后，亲情情与信仰仍留在身上。来不及将故事多跌宕，用最精确的风光，成全飘零我张狂。爱上情回忆月月，伤尽飞光。最孤傲的雪山，倾听飘零我颂唱。世人惊险的桥段，不过寻常。最精确的风光，成全过你我张狂。海上情回远月，深情悲狂。有最残破的书签，记载过光阴漫长。无意识过的变化，一束寒凉。有最孤傲的雪山，倾听过我颂唱。世人惊险的桥段，不过寻常。用最亲手的自己，都已随记忆繁华。而我在独步踮起下个篇章。我相信大家之所以如此热爱《盗墓笔记》，一定是有这么一个原因：不管是谁，不管你我是什么身份，都能在书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影子。陪伴一个个人物一起成长的那些年，何尝不是书外我们不可磨灭的回忆？那些在峭壁放歌，在雪山诵经，在戈壁对酒，在海上看月的故事和经历，因为有你们，有我们，才会变得不朽。下面让我们一起有请音频怪物带来《不朽》。就让永恒时间刻下你的模样。云都停住，
去翻看光阴写的书，那些字迹清晰又模糊，风在记录这段不知来处的路。渐渐消失的地平线在你脚下，如果忘了自己怎么去抵达，翻山越岭而来的风吹痛脸颊，看到了终极却听不到回答。雨落下去，直到火与血都沉寂，再没有人记得有过你。雪等不及，也没那些沉默的秘密。别提触碰从白骨里开出的花，多少黑色画面闪现那一刹。不要忘记黑夜里静默的悬崖，彷徨和迷失是遗忘的代价。笑意泯灭像呼吸，日升月沉在你眼睛里，跋涉过多少个世纪，最初存在的痕迹。镜子里面的人，哪个才是自己？最陌生也最熟悉，无法触及的谜底。就让永恒时间刻下你的模样，那一刹那刺青蔓延在胸膛。就让永恒时间承载你的目光，穿过谎言真相，迷雾中回望。就让永恒时间刻下你的模样，那一刹那刺青蔓延在胸膛。就让永恒时间承载你的目光，穿过谎言真相，迷雾中回望。谢谢。让永恒时间刻下它的模样，让永恒时间承载我们的目光。非常好听的一首《不朽》，也是我们非常多稻米们的回忆。那刚刚啊，我在看弹幕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呼唤我们的宇宙男神。哎，看我们的弹幕，然后很多人都想看到我们的三叔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在这里，我们三叔会不会来？我们现场来寻找一下我们的南派三叔有没有在我们的现场。来，我们3、2、1之后啊，惊喜出现。来，3、2、1，看我们的三叔有没有从我们的舞台下走上来？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来吗？在哪儿？哦，看到了啊！来，请出我们的南派三叔。哎，三叔你好，哎，和我们荧幕前的稻米们打声招呼吧。大家好，又见面了。这么简短，没有什么1年了，这个想要再跟大家说的吗？关于这个今年的817又是新的一年，这1年复1年的，很想跟大家见面啊。
我也很想跟大家见面。每次事到临头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样子。是的，是的。希望明年能好一点。如果明年能见面的话，我们搞个大一点的，我觉得。现场跟大家对重逢。那我觉得那今年的这个确实是跟大家见面的方式跟以往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之前都是在现场抓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稻米们问有一些提问对三叔。那现在呢，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弹幕上面看看有没有想要对三叔有一些提问。我们现在来收集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想不想要对未来我们的《盗墓笔记》以及我们的稻米们，就是有一些期许或者想要说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然后，确实其实因为疫情反复嘛，其实这几年是反正是有点压抑的这样子希望就是说是创作，看小说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一些回忆吧然后。就隔靴搔痒，因为现场也没人，对，大家都在天涯海角，就在天各一方这样子，所以要讲出特别那种就是想要去说的话也很难讲出来，就是隔靴搔痒，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家聚在一块儿，在夏天就还能够肆无忌惮的大家一块儿玩，一块儿开心唱歌这样子。是的。希望明年能够实现吧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弹幕上面有没有想要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有些我刚刚看到非常刁钻，你们非常厉害问的问题的哦。有人说填坑，我觉得填坑这两个字是不是要屏蔽一下？你觉得填坑关于填坑这个我还是要承认错误嘛对，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小伙伴发了一张图给我，他把所有的坑全部列了出来。确实有点令人发指看得数得过来吗？我发现看了6分钟没有把这个坑全看完，因为我看的速算快了。对，但是这肯定是，但是这里也有很多其他原因但是我就不找原因了，反正我也不想去争什么中国第一坑王这样的称号，我尽量每年把排名往下降吧。我今年排名第2的话，是吧？明年排名第3这样子，就名次往下降一点这样子那一年只降1名，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内，我一年降1名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我还是很期待能尽量把我们的这个刚刚说6分钟都没有看完的这个坑都能尽量满足我们这个稻米们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有人说三叔要照顾好自己，坑可以慢慢填。有人说瞎子的原名，小哥的原名，吴邪欠小花多少钱？重启什么时候出？你看这个问题有哪些是可以回答的？这些其实都各种访谈里都讲的差不多了。反正我这几天跟完那个万山的第80章。就会去做重启的小说的修订，然后准备出重启的小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定期的更一下雨村，把雨村的下卷更完这样子然后瞎子的原名，小哥的原名，我真的就是说是，每年你们都问，每年我都不会说，今年还是不会说看吧，我觉得就刚刚其实我们在和刘畅和瓦尔在互动的时候有问到过刘畅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刘畅来自己设计刘丧的这个后面的故事，然后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刚刚所以呢在弹幕里就有人问刘丧后续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吗，或者是设计之类的？会有的，但是现在不方便透露，因为。我不一定能写，不一定能准时写出来。就不给大家这个承诺。不，就是不挖坑。对，不挖坑就可以少填坑，对吧？就是不要承诺有任何的坑，所以我只能说它是一个会有的东西，但是它不能算作是坑，
好的，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呢？哦，今天的这个弹幕啊非常快，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人气也是非常高的，一直在跳是吧？对，就有点。有人说要云顶天宫重拍，正在安排啊。哦，哎，这个值得有用的信息啊。嗯。看一下，都是很多都在说云顶天宫啊，还有说藏海花2啊，都是。藏海花就是，重启出完之后会去补那个上海花和沙海啊。嗯，就是会去就是把它补，因为你看它故事是这样的嘛，就《盗墓笔记》的前8本儿，对吧？前8本之后是藏海花，藏海花之后是，藏海花之后应该先是沙海的4，所以沙海4可能会改名改成沙海的前传。就是藏海花之后沙海的前传，然后沙海1、2、3。可能会有个4这样子啊，沙海的1、2、3这样子，沙海1、2、3就是10年演出了，对吧？10年之后呢，就是那个重启和雨村这样子啊，雨村，然后是万山集夜那个登海寻师万山集夜这样子，然后最后全部做完之后再出一本雨村，就是最后是一本大部头的雨村作为一个整个体系的一个结尾，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是整个故事的坑我应该能够全部填完了啊，就非常一个长远的这个计划啊。刚刚有说到一些，对，比起我的同事们的那些写作很快的人来说，这基本上写了快20年，这得全部写完得20年。他们一年就全写完了，所以我算是写的算慢的，也不算是一个特别艰辛的工作，只不过要把每个人物都写活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是比较花时间的。是的，还是需要带入每一个我们的角色当中的，精心绘制我们的每一个角色。然后有人说辛苦了漫点天签售会，签售会是这样的，其实身体上真的是大不如前，年纪大了，老了啊。没有，你看我们嘉宾们年上台。就是除了我们的这种自律性比较好的嘉宾之外，嘉宾们上台，就慢慢的胖起来了。你好像瘦了哈？没有，我更没有，没有什么年纪大。我觉得三叔还是很健康，对吧？像以前签售1签都要签9个小时的。哦，对，这个当时想想真的是年轻撑下来了。其实现在签不了那么长时间。其实很简单，就说是当年签完。1天9个小时签完，睡一觉就好了。第2天赶飞机去下一个。有时候云南大连的伙伴啊，还有让我跳舞的，你看啊，这个要求不行。刚才唱歌我已经看了，已经上微博看了一下唱歌的反馈，看了，哎，很多人说大可不必。你们让人唱完歌，然后又说大可不必啊，你们太坏了。都是在问书的。大家就不要问书了，反正书会逐本的是出版的。从这个今年的农历6月份开始到下半年，基本上都是会做图书的出版工作这样子啊。然后到明年上半年都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会出蛮多书的。大家就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书出太多了，也不太好。我以后反正明年因为以储备量来说的话，那明年估计2个月就会出1本书吧，我觉得啊。哦，这么频繁的一个节奏是吧？因为好多以前的书都堆起来了嘛。现在改完出版，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节奏。是，那我们还是要期待这个2020年更多的这个出版物和我们更多精彩关于我们《盗墓笔记》宇宙的一些相关内容。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还要跟我们的盗迷们说的？虽然是天各一方。虽然是就说是纷纷扰扰，非常吵闹的一个世界啊，
但是呢，就说是每到今天，不管喜欢的不喜欢的，就吵闹的不吵闹的，礼貌的不礼貌的这样子，大家都会在这里关注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关注这个817的这个节日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特别可爱和善良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我希望就说是817这一天会成为我们这群人，生命当中一个可以回归本真的一个日子。每年有这么一天时间，我们可以回到当年，看书的时候，当年大家还保有初心的时候，去回忆这个故事最开始带来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啊。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小孩子，做一个能够沉浸在故事里，相信故事，被故事吓到哇哇大叫的，被里面的人物感动到哭的这么一个小孩子啊。每年365天有这么一天，其实我觉得就很珍贵了。那么我的任务就是尽量的把这一天时间一年内延续下去。就是我都不敢想到，比如说我到了我60几、70几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实现这个诺言？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台上跟大家可能坐的轮椅哈，告诉我大家所有的回忆不会是焦躁的，不会是不开心的，一定都是甜蜜的和感慨的，因为时间就是那么神奇。谢谢各位来看今年的817，和无数的以前和以后无数的817一样。它可能只是你生命中平凡无奇的一天，但是希望我们能够赋予它一点点的意义。也希望明年的817能够跟大家直接见面，可以聊一些更开心的、更加愉快的话题，能够更加肆无忌惮的去玩耍。谢谢各位啊！今年因为大家都比较谨慎嘛，也希望817也是非常谨慎，希望大家今年平平安安的能够度过今年。我们今年再苟一年，明年我们继续雄起。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三叔。那我们先台下一步休息一下，好吗？先休息一下。刚刚听了这么多，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稻米们能够想起817稻米节，想起《盗墓笔记》的时候，心中那一片柔软的地方能够回归初心。在这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宇宙男神南派三叔，也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歌手，更感谢屏幕前陪伴着我们的稻米们，感谢大家的观看，感谢农夫山泉、上好佳以及酷狗平台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本次音乐会由酷狗音乐和酷狗直播独家播出。看国风来酷狗，喜欢国风音乐的朋友，更多国风内容，请锁定酷狗直播国风频道。2021 817稻米节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身体，严格遵守防疫要求。愿山河无恙，故人终能重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明年再聚。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所有演出的嘉宾来上台，跟我们一起用影像留下这珍贵的一刻。我们2021 817稻米节，2021 817稻米节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我们虽然没有小伙伴们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用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来截图留下这个珍贵的影像。在这里，请我们的所有。
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的稻米们也可以来进行截图。哦，3叔 C 位啊。只等到金辉播撒云中，真相低着天崩，故事将被谁汇总？真心和美。好的，谢谢我们的所有嘉宾，辛苦了，然后也谢谢我们在荧幕前的稻米朋友们，非常感谢。在2021 817稻米节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让我们明年817再见。一直内外走笔触，点燃爱恨万千。若相见，心照不宣，风无边。